难得回来一天，陪孩子玩玩我不反对，不过你这玩的也太贵了。贵什么呀？你没看见孩子高兴那样，再贵也值。就你会讨好孩子。哎，你新换下来这件衣服，怎么有洞啊？我看看。侯亮平明白，这是一次警告，可会是什么人下的手？是昔日在北京做侦察处长时得罪的某个人，还是汉东那边虎视眈眈的对手？好像都有可能。这一次是一个警告，下次可能就是一颗子弹。估计是陪孩子玩的时候不小心勾破的，缝两针就好了啊。哎，对了，我这次去汉东啊，遇到不少老熟人，祁同伟、梁璐，有日子没见了吧？梁老师还真给我打过电话，但是我听他情绪挺消沉的。哎，是不是跟祁同伟关系不好呀？是不太好。高老师给我接风的时候啊，他们夫妻俩也来了。哎，那祁同伟说话还和大学时候一样肉麻，听得我一身鸡皮疙瘩。你看，正常的老夫老妻，谁没事在外人面前秀恩爱啊？这反倒说明他们俩关系不好。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啊，就没几个人看好他们这段感情。啊，对了，最近是不是又去山水庄园了？中央8项规定早就出来了，我提醒过你很多次了，别当耳旁风啊！我跟梁璐没感情，这点您知道。没感情，我就知道现在有种反腐啊，叫原配反腐，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打开的，你给我当心点，啊！我有什么不可能的话？嗯，这个女人除了吃醋撒泼，什么也没有。就这吃醋撒泼，往往就能毁掉你的前途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汉东的政治局面这么复杂，山水庄园又被别人盯上了，你还去，找死呢！记住我的话。我还真是没想到，祁同伟还真就跪下了。当初我追他的时候，我是出于对男性世界的报复。他越不理我，我就越追得起劲。可当他回过头来追我的时候，我心里其实是很不屑的。我让他到操场上跪下来求婚，其实就是一种报复。但是你忽略了他要改变命运的决心。是啊，我何尝不知道，他回过头来是追求我父亲的权利，同时，你也用这种权利压迫他回头，不是吗？反正我要是梁老师，当年根本不可能接受祁同伟的求婚，谁看不出来这是一桩政治婚姻？要不是他祁同伟走上社会碰了壁，怎么可能回来追梁老师啊？还不是看上梁老师他爸是当年的政法委书记。这些我们都能看出来的东西，他梁璐能看不出来？我觉得梁璐当初提出让祁同伟在汉东大学操场上跪着求婚，就是出于报复心理。他以为祁同伟不会来，可不曾想祁同伟真来了，还真跪了。这一跪可真是惊天动地，哎，都快写进咱们汉东大学的史册了。男儿膝下有黄金呀，跪出个公安厅长，也算值了。小姨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要做的？没了吧？啊，你去辅导然然数学吧。哦，我帮你啊。高老师，我特别想跟您说说心里话。我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听，但是您不爱听我也要说。您也知道，当年在学校操场上那一跪，帮我自己的人生轨迹可以说都改变了。但是您知道吗？我根本就不想跪。我读研读了3年，梁璐追了我3年，但是我不喜欢他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。他大我10岁啊！我知道，你当时爱的是陈海的姐姐陈阳，对吧？
其实当时按照我自己的设计，我是这么想的：我希望凭我自己的努力，一步一个脚印，一步一个台阶，这样慢慢的做上来。但是现实残酷。谢谢。大学分配工作啊，对祁同伟打击挺大。其他人都分到了省里和市里的司法部门。哎，你想想，祁同伟是学生会主席，他被分到烟台山区一个乡的司法所，好像是做什么司法助理。对对对，就是个司法助理员。当时不就有人说是梁璐故意整他吗？梁璐能有这能耐，除非是老梁书记。还有，当时你明知道祁同伟爱的是陈海的姐姐陈阳，可是你还狂追人家，然后还给别人制造障碍，把祁同伟分到了烟台山，把陈阳分到北京，是这么回事吧？我替他们考验了爱情。但是你知道爱情是经受不住考验的。是啊，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爱情更脆弱了。这样做的结果就是，你在伤害自己的同时，又多了一个无辜者。芬姐，说实话，我现在也挺后悔的，真觉得挺对不起陈阳的。我呀也不说别人是怎么整我啊，咱只说现实。您知道吗？当年我到那个乡里边那个小司法所，加上我在那只有3个人。那个所长呢，当年是60年代政法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。您知道吗？在那一干就是30年。我见他第一感觉是什么？满头白发，一脸的沧桑，可以说满脸沟壑走红。我当时看着他，我就想，我的妈呀，这就是30年以后的我，太可怕了。这事儿啊，这梁老书记当时也跟我说过，他是为了重点培养你，才把你放到基层去的。你想想，你当时是学生会主席，组织上怎么可能忘了你呢？高老师，这话您信吗？他为了培养我梁老，怎么可能？他只会为了他自己，只会为了他的女儿，为了梁璐去考虑。听我把话说完。当时啊，这梁老书记是这么想的，把你放到基层，从县到市，再到省，一步一个脚印上来。没想到你突然打破了他的构想，这今天一跪成他女婿了，他就放弃对你的培养。我跟您说，他把我放弃了，我反而成了公安厅长。这倒也是。说句良心话，如果不是梁璐家那层关系，祁同伟凭自己的能力啊，也能做得不错。可没想到啊，权力小小的一任性，就让一个大好青年的理想抱负随风而去了。嚯，就这么随风而去了？理想抱负纸糊的，还是自身出了问题？那倒是。可惜了梁璐老师，反复被命运捉弄。那能怪谁呢？都是他自己选的。芬姐啊，你说我这个人的命怎么那么不好啊？遇到的男人都是些狗匪狼心的。我真的很羡慕你，想当年咱们俩都是校花，同时爱上了自己的老师。你呢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我倒好，怀着孕就被人家抛弃了。梁璐儿，你别再总提那些陈年往事了，有什么意义呢？当年也有当年的情况，那个时候出国不容易，人都想往高处走，有些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别总想这些事儿，想这些事情只能让自己更痛苦。正因为我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当中，所以这些陈年往事我总是忘不了。要不是我为那个男人打掉那个孩子，造成了习惯性流产，我和祁同伟也不可能没个孩子。有个孩子牵着祁同伟，我们俩也不至于过成这样，人不人鬼不鬼的。
你认为有个孩子就一定能过得幸福、过得好吗？我告诉你，肯定的回答，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。所以，你不要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了。是的，我当时就是想报复他，才找的祁同伟。我就是让他看一看，我有一个更年轻、更有魅力、更依赖我的人。其实你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。那个时候我就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，你偏不听啊！你还说，就是结了婚离婚也无所谓。所以今天这个结局你应该能够想到，应该有心理准备啊。我就是再有心理准备，但我真的没想到，祁同伟从来就没有真心的爱过我。现在说真心假意，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。现在咱们要做到的，就是要放下，让自己活得轻松一点。说的不好听一点，哪怕装糊涂呢，好吗？要我说呀，这世上最难的就是装糊涂。要不怎么有难得糊涂这句话呢？人要是活得太清醒，就会非常痛苦。另外，我想提醒你一件事儿啊。当年祁同伟为了到北京跟陈海的姐姐团聚，花了多大功夫，做了多少工作，为什么没成呢？我想这一点，你比谁都清楚。你应该心理平衡啊。当年为了跟陈阳在一起，我自己自愿进了危险性极大的缉毒队。那次事件您知道的，我身上中了3颗子弹，我差点连命都丢了。当时我特别天真，我就想，我是英雄啊，有了英雄的这个身份，我总可以调到我心爱的人身边了吧？但是结果怎么样？英雄在权力面前是拗不过的。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？工具。说实话，这梁老书记也是爱才，留住你了，也让你升职了嘛，是不是？梁老书记为了我，行，不说了。他为他自己的女儿，我能够理解。但是您知道吗？我最不能原谅的人是谁？谁呀？陈岩石。为什么？梁老不管怎么样，人能为自己的女儿去着想，但是陈岩石呢？你就不能为了你自己的女儿去想一想，为了她去做点什么？啊，那是你的亲女儿啊！更何况那会儿你还没有离休呢，又没有让你干什么犯法的事情。这个别怪陈老，真的，他们那代人跟咱们现在想的不一样，知道吧？他们最不容忍的就是用公权办自己的私事，那还不是为自私吗？还不是为了自己这份形象在着想吗？人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女儿做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孩子，为了自己的子女去想一想，去做点什么？怎么样？董文，这不是自私，真的。理想和信念不一样。说实话，你跟陈阳中间没有梁路，你们最终还是分道扬镳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不是一路人。也是，门不当户不对嘛，就像俗话说的，达则兼其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。人家是要拯救天下的人，我想呢，也就是救我自个儿了。童安，不要因为自己失败的婚姻去埋怨别人。你最终选择了梁路，那还不是看上了梁老书记
能为自己的女儿使用权利吗？你敢说不是？上帝给了我一个天使，但是我把天使弄丢了。其实有时候想想啊，老天爷对我也不错，是吗？你这是心里话。谢谢老师。其实这一辈子，您最了解我，谢谢。其实我当年啊，还挺为陈阳姐抱不平来着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陈阳打骨子里啊，和祁同伟就不是一种人。那是，陈阳姐多厚道呀。祁同伟嘛，哼，骨子里就透着算计。厚道人也没吃亏啊。哎，你看陈阳姐现在工作生活那是没得挑。这叫好人有好报。祁同伟很聪明，他和你之所以走到今天，不就因为你是老书记的女儿吗？那么现在，他正面临自己关键的一步，副省长。所以我跟你高老师分析之后，觉得你只要不吵不闹，他是不会轻易跟你分手的。我也不想吵，可每当听到他跟那狐狸精通话的时候，我就压不住火。真是造化弄人呢！我对祁同伟的不舍，还就源于当年的一跪。这一跪，把他祁同伟的心给跪死了，把我梁璐的心给激活了。你看你又提这些了，不说他了好吗？过去的就让它永远过去吧。我现在就想告诉你一句话，千万千万不要因小失大。你既已忍让多时，还差这一点时间吗？假如他当上了副省长，对你岂不也是一件好事？所以，还是那句话，难得糊涂。好，听你的，继续做鸵鸟。这对我来说，已经是越来越娴熟了。我有一种感觉啊，这一直到现在，祁同伟对梁家的权势还是有所敬畏的。他内心如何厌恶，如何不满，这表面上啊都不敢显露出来。所以他这3天2头往山水庄园跑，就能让人理解了。那你们汉东那个阿庆嫂高小琴，是不是他情人？这可不能乱说啊。不过，他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向高老师求情，可见他们之间啊，你懂的啊。老师，今天的话既然说到这份上了，你也跟我说点实话吧。这些年，你跟高小琴除了是情人关系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利益关系？我在他那块入了一些股，不是让你退了吗？怎么还没退啊？找死呢！我退了，但是我那些穷亲戚不愿意退。你跟我说实话，现在持股人是你还是你亲家？我有一部分。多少？7、80万吧。除了这些，是不是还参与了山水集团的商业活动？绝对没有。那就好。听老师的话，把股份退了。你也知道，现在是权力重新洗牌的时候，用权力得来的利益，终究会被新的权力所没收。我知道。不要舍不得，都带不到棺材里去。没事，多读读这些啊，好了哥。这是我最近刚抄的，多读它，什么都想开了。老师，您的字越来越有风采了。荒冢一堆草没了。
送你了。好，老师，那我先走了，您早点休息。好的。你是不是已经盯上祁同伟了？我盯上祁同伟也不能告诉你啊，在家不能谈案情，打住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侯局长，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，咱俩还得并肩作战呢。并肩作战，什么意思？中纪委派了2个巡视组，一个去江苏，一个去汉东。你去江苏，咱们俩别并肩作战，我怕你。这事儿啊，由不得你，也由不得我。哟，同伟，你还在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吴老师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说什么呢？其实啊，真正对你关心的是你高老师，你懂的。啊，你们聊，我上去打个电话。啊，哎，你们聊吧。赶紧回家吧，跟梁璐道个歉。我真是搞不懂，我为什么总是要跟他道歉呀？好像我这一辈子欠了多少东西，我永远有道不完的歉在他面前。谁让人家生得好呢？你知道，他哥哥弟弟现在都不是等闲之辈，所以你就别犟了。吴老师，我说句心里话啊，我就不能想我那犟，我一想起来我头皮就发麻。那也得回。其实你想想，梁璐也挺可怜的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没有一个孩子，没有一个精神寄托，跟你的关系现在又这样，你说我也想跟他之间有个孩子，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，但是我们之间没有孩子，这个原因不在我，责任不在我。反正你们真的就是一对冤家。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用几世才修来的这种叫孽缘吧。不管怎么说吧，吴老师，我希望你转告他啊，我不管他在家里面，在外面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没有意见。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唯一想说一点就是，他以后不要把他那双眼睛永远只盯在我的身上，给我点自由，可以吗？你觉得这话我能转告给他吗？但是童伟，我可以忠告你一句，你不能做得太过分了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你现在正处于风口浪尖上，这个时候如果后院起火，毁的可不仅仅是你的婚姻。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好吧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不留你了，再见。哎呀，干嘛呀？谢谢吴老师，那我走了。哎呀，快来给我捏捏。来，坐这儿。哪儿啊？肩膀。来。老实跟你说啊，汉东的问题比较严重，中央很重视，这次巡视力度也会比较大。唉，其实我呀，还真是不想去。怎么，害怕了，退缩了？这哪像钟主任说的话呀？那么多老师同学都在那儿，这要万一碰到熟人，碰上就碰上，怕什么？职责使然，使命所在嘛。哟，你又欢迎我了？我欢不欢迎，你该来还是来啊？哎，你这要是真来了，然然怎么办？那你指望珊珊带着她，那还不天天打游戏啊？怎么会呢？我都安排好了，等我走的时候，就让刘珊他妈，我那退休的大姐过来照顾几天。放心吧，没有内战。连你都明白的事儿，作为政治家的李大康，他还能不清楚？你是说，他们会适可而止，不会全面开战？那当然。政治家看大局，他只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尊严，无所谓的。既然是这样，玉良，我倒劝你，还是给李大康打个电话，跟他解释一下。那就太刻意了，吴老师。改天开会的时候见着了，随便一说没问题。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李达康，而是赵家那个赵瑞龙，那可是个热乎劲。是啊，这个公子哥
仗着他父亲的权势为所欲为，一点都不知道收敛，早晚有一天得把他老爹给害了。我估计已经被害了，据说中央巡视组马上就过来了。那怎么了？那他们不是正常工作吗？正常工作，你想想，省委书记沙瑞金，省纪委书记田国富，都是中央先后派下来的，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信号啊！这前一阵儿，赵立春那么玩命的推荐我，现在想起来，很可能是适得其反。西岸这边已经全部整治完了，180家餐馆饭店全部拆迁了。你是怎么下的这么大的决心啊？我听说，餐馆餐厅拆迁的时候，你还差点挨群众打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沙书记，你看北岸这边，你先别提北岸，沙书记问的是西岸。是西岸，这也怪不得群众，一是怪我们政府工作没做到家，二是怪有些干部事先做了孽。你看这座美食城到现在拆不掉吗？为什么拆不掉啊？赵家公子的买卖不好拆啊。哪个赵家公子？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嘛。我们汉东省的老书记，他的儿子谁敢惹啊？我觉得惹不起，咱们躲得起，不踩他就是了。不踩，你想的倒简单。这个赵玉龙只要一出事儿，汉东的官场一定会塌方。我们能脱得了干系？真有那么严重？当然了。你想想，他爹在汉东干了这么多年一把手，再加上这小子是个为所欲为的主，这事儿还能少啊？他违法乱纪是他的事儿啊！哼，官场上的人就是想帮他，那也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啊。难说，难说。现在的人都是精致的利益集主义者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可管不了这么多。这认真查起来，事儿一定少不了。就算是塌方了，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。你前面不还有李达康挡着吗？他可是赵立春最得意的大秘书啊！你太天真了，吴老师。你想想看，这个李达康这辈子为谁挡过事儿？但这不是别人呐，是他老领导唯一的宝贝儿子。欧阳菁还是他唯一的老婆呢，他管了吗？当年我和这个李达康在吕州搭班子的时候，赵玉龙要到吕州来发展，建一个什么美食城，还记得吧？这个李达康就是一推再推，就是不批。你看这事儿最后还是摊在我这儿了，躲都躲不了。就这一座美食城，排污量不下几十家小饭店，我们把老百姓的小饭店都拆了，可就是拆不掉这座美食城。老百姓心里当然有意见，我虽说是挨了老百姓耳光，还真不怪他们。的确是我的工作没做好。啊，道理谁都懂，可要是不一视同仁，老百姓就有意见，这工作就难做了。医学习已经开始做了，他在电视台呢向老百姓表了态，一定要在今年依法拆掉这个美食城。如果拆不掉，他的区委书记不干了。你这个纪委书记怎么什么都知道？心里要没点数，我还敢请省委书记来考察呀？哎，沙书记，正好趁着今天这机会，我向你汇报一下。谁都知道，这座美食城拆起来阻力很大，所以我事先向田书记做了汇报，把那些出面求情、阻扰拆迁的人统统曝光。说实话，要不是这座美食城挡着，咱们月牙湖的治理啊，8年前就该完成了。赵家一个权贵子弟，就抹黑了我们2届人民政府。
方书记。哎呦，怎么是你啊？哎呀，赵总，我到处找不着你，只能到您家这守株待兔了。我都变成兔子了。哎呦，不敢，开个玩笑。请吧。哎，您请。邵书记，前面这片湖畔花园住宅楼，也是赵瑞龙开发的，整整86万平方米。据说这个项目让赵瑞龙赚了12个亿，所以吕州的干部群众都议论说，他们赵家，就是赵瑞龙，发在吕州，发在月牙湖。这个湖畔花园呢，是他的第一桶金。那个湖上美食城，就是他的点钞机。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赵瑞龙在这儿发家的时候，赵立春同志在这儿当省委书记了吗？当时赵立春已经在这儿做了5年的省委书记了。当时是高育良的书记，李达康的市长。那么说，赵瑞龙这些项目都是李达康批给他的喽？不是，是高育良批的，李达康调走之后才批的。李达康做过赵立春的秘书，又是这儿的市长，他顶着没批。是。这个事儿有很多传说，具体内情不太清楚。请喝水。灵芝啊，哎，赵总不喝茶就喝可乐。哎呀，那我去买可乐。不用了，茶很好。哦，你们聊啊。哎呀，多谢李哥啊！这么多年了，还记得我这生活细节。怎么能会忘啊？我跟老书记5年呀。哎，我听说去年老书记心脏不好，怎么样了？做了个手术，加了几个支架，恢复得很好，你放心。哦，那就好。你回去之后，替我问候老书记，让他注意身体，遇事千万不要激动。我们家老爷子就是容易激动，尤其是对咱们汉东的人和事。可以理解。毕竟老书记在汉东干了30多年。张宇哥，咱就别说我们家老爷子了，说说你吧。怎么着？听说嫂子被拘了，还当着你的面。我听谁说的呀？祁同伟，还是山水庄园那个高小琴的？你就甭管谁说的了。总之啊，我们老爷子听说以后啊，很为你和汉东的同志们着急，急得他一宿没睡着觉，抄了好几遍岳飞那《满江红》，特意嘱咐啊，今天一早无论如何找到你，给你带几句话。真的？那就传旨吧。别，就几句话啊。都说什么了？这第一句呢，就是希望你能相信党，相信组织，相信法律。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那第二句，就是希望你能跟欧阳菁啊尽快切割，以离婚为宜。不，这老书记知道，我跟欧阳菁一直准备离婚呢。不是准备，是离掉，尽快。已经离掉了。那就好。完了，第三句呢，就是希望欧阳菁，不论是什么结果，都是希望哥哥你能正确面对，别有抵触情绪。当然了，老爷子也让我去找一下高育良，看看他这个政法委书记能不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，对欧阳菁从轻从宽处理。哎，吴老师，你替我想想，这个赵月龙最近跑到吕州干什么？为了高小琴的商业。前一阵我去吕州，碰到他们市委书记，他跟我说，
这美食城这回真要拆了。真的要拆了？哼，谁这么大胆，敢动赵家的印钞机？易学习没听说过吧？一个升不上去也不想升的老区委书记。现在还有这样的人？哼。不过，这对老百姓来说，倒是一件好事。话是这么说啊，可当年这美食城是我批的，现在闹得沸沸扬扬，我是丢尽了脸了。早知今日吧，我当时就跟你说，美食城不能批，不能批，你不听啊！你当年不是为了发展第三产业吗？我有什么办法？行了，别说这事儿了。高副同志，这个历史事件有点蹊跷啊。你看，李达康是这儿的市长，有当过赵立春的秘书，但是他没有批赵瑞龙这些项目，倒是他调走了高玉良批的，这有些蹊跷啊。就从高玉良开始，吕州的市委书记进入省委常委就成了惯例了。对，后来有个说法，说赵家公子找李达康做过交易，用未来吕州市委书记和省委常委的提名换月牙湖项目，李达康坚持原则没答应，才被赵立春调离吕州的。李达康调离吕州，到临城当了市委书记，那可是一把手。可他到底没有在赵立春同志的任上进常委啊？那倒也是。易学习，谈谈对李达康的印象。是啊，说说，你们俩在一起搭过班子，你还是班长呢。李达康同志优点缺点都很突出，有事业心，能干事儿，想干事儿，有开拓精神，就是独断专行，太霸道。知道。首先，我要感谢老书记和你对我的关心。高玉良书记那边，就不要再做工作了。欧阳靖是咎由自取，检察院该怎么审就怎么审，法院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我们不能徇私，也不能枉法，你说说？哎呀，我们家老爷子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哥哥，你不能有抵触情绪，你们也不能这么闹了。你再这么闹下去，那汉东这改革开放的大好成果，这给闹没了。你说这个大好成果都是什么呀？绿洲湖上的美食城，还是那个山水集团高小琴的股份呢？说哥哥，既然你知道我在那儿有股份，你还让公安去扫什么黄啊？啊！我让祁同伟给你打电话，你一点面子都不给。你在山水集团真有股份啊？有啊，早就有了，又不是今天的事儿。占多大股份？控股？这是商业机密，我还真不能跟你说。你让我猜猜啊。这高小琴不会给你们家打工吧？开什么玩笑？那高小琴是随随便便给人打工的人吗？不是，这大风厂这股权纠纷，就那块地，你也参与了吧？大哥哥，你要不说呢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提。既然提到这儿了，你真得管一管了。那叫什么呀？你们荆州市政府答应的事儿，翻脸就不认账了。还有那大风厂，那员工的安置费我们已经给过了，啊，现在还赖上我们，让我们再给一次，不是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水龙啊，我希望你要收敛一点。我怎么不收敛了？哥哥，这些年我没在你这儿拿过任何项目吧？那山水庄园的投资是合理合法呀？合理合法就好，我只是给你提个醒，不要巧取豪夺。现在不像以前了，做事一定要守法。
我们家老爷子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玉良，咱们气归气，但是这个赵瑞龙可是得罪不起呀。现在中央反腐倡廉风声这么紧。是啊，连李达康老婆都进去了。这2天，沙书记和纪委田书记又一起到吕州考察。考察什么？让人疑惑啊。要不，我去看看赵瑞龙。应该。这样你既给了他面子，又不招人眼。我一个省委副书记、政法委书记，去看这么个小王八蛋，那你总比他到咱们家看咱们强吧？咱隔壁住着沙瑞金，对面就是省委的老组织部长。他到咱们家来，还能人不知鬼不觉吗？这倒也是。吴老师，这赵立春不会有事儿吧？反正，关于他的事情，民间传说可不少。这民间传说也要分析啊。这李达康的传说不是也挺多的吗？我是不是想多了？